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虞书欣新剧为骨科出圈，江苏卫视背书，能否拯救疲软的流水线糖精？虞书欣和虞主演的双轨以网台同步零删减的高配姿态登场，从题材到营销，几乎把当下市场最能吸睛的元素一次性打包。无血缘兄妹、禁忌救赎、情绪张力、暗黑氛围，这些设定看似彩中爆款密码，却也让人不免质疑，它是否只是另一部工业化配方下的标准化产品？这些年，伪骨科已从晋江热词演变为流量市场的通用标签。它既擦到边又不越线，自带情绪刺激，是最容易转化为热搜的内容。但一旦这种设定被过度消费，禁忌感便不再神秘，只剩下被拆解过的套路。如今的市场里，许多剧集把复杂又危险的关系简化成甜加虐、拉扯加救赎，似乎只要抓到几个关键词，就能自动组装成一部情绪爽剧。双轨多少也存在这一问题。剧方主打的两个亮点：虞书欣的颠覆演技与何宇的双面角色，在宣传层面确实吸引眼球，但在当下的流量话语体系中，突破往往是一种包装，而不是真正来自角色深层的变化。若叙事逻辑不牢，人物动机不足，演员再努力，也难逃沦为新设定的载体。观众看得越来越明白，也越来越不愿意为营销式突破买单。江苏卫视黄金档给予双轨强势曝光，看似提高剧集质感，实则也是对受众结构的一次大胆试探。线上用户喜欢高能节奏、氛围浓度与情绪刺激，而电视观众偏向现实感、逻辑性与情感扎实度。双轨能否同时满足两类观众，是摆在他面前的最大考验。若内容本身悬浮严重，仅靠禁忌氛围撑场，上星平台也无法真正完成质感升级。在制作层面，双轨展示了明显的外放 ambition， 跨国拍摄、异域景观、全球发行，全都是国产剧近2年的趋势。华流出海的声音越来越强，但如果异国风景只是背景皮肤，角色故事依然是老旧模式，那么这种外包装并不会让剧集更好，只会让观众产生更强的违和与空心感。当下的国产剧市场正处于工业化高速运转的阶段，大量剧集以固定公式组装，禁忌关系、暗黑治愈、甜虐并存，情绪浓度拉满，这些配方的确有市场基础，但滥用后只会导致观众审美疲劳。双轨之所以备受争议，正是因为它集合了太多爆款要素，却又难免给人一种模板化的既视感。其实观众并不反对类型化，而是反对被当成可以无限复制的消费者。他们能接受伪骨科的刺激，但不能接受空心化的情感表达，能接受氛围感叙事，但不能接受逻辑缺席。双轨能否走出同质化，关键不在于营销层面有多热，而在于角色关系是否成立，情感线是否真诚，剧情能否让禁忌感自然生长，而不是生硬堆砌。市场不缺噱头，缺的是情感厚度；观众不缺氛围，缺的是能共情的故事。双轨从配置到声量都不低，但要真正成为一部能破圈的作品，它必须先跳出流量配方的牢笼。如果叙事无法支撑起角色命运，再精致的外壳也难掩故事的空洞。流水线可以复制爆点，却复制不了真正的情绪。能不能从伪骨科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，将决定双轨最终能走多远。